我们看看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看啊，中国大陆在电力方面提供了非常多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光电、风电，甚至水力发电，还有核能发电。我们大家就会发现这一些都是绿电。那使用绿电真正的原因，为的也就是这一些产品未来都可以不用，或者是降低它的碳足迹的费用啊。那为什么现在那个经济学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估呢？其实这不怪别人，就怪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小院高墙进行科技战、进行贸易战。就是这个结果。我们来赶快看到是这个最新华为它发布的最新消息，是超级调度技术。11月21号这一天，他说呢，可以把这个算力的利用率啊，从30%-40%的这个百分比拉高到70%哦，等于说是已经像是这个辉达它的 Run AI 的一个核心能力了。那么美媒曾经讲过说，这个 Run AI 它有多厉害呢？因为它能够将原本低于25%的 GPU 的集群效率一口气提升到80%以上，等于说华为这一次是靠它的核心技术的一个突破，以软体来补硬体，跨平台的统一调度来达成刚刚讲的这个利用率提升到70%啊。那么也把这个辉达、升腾跟其他 GPU 给统一资源，做了一个比较共同的一个管理，等于是三方算力的调度管理哦。那么也做了一个 GPU 的作战指挥部。节目一开始，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这个算力调度革命来自于华为的技术？等于可以跟辉达分庭抗礼了吗？其实我们过去看，就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管制、科技打压，从半导体的就先进制程、前沿制程的技术，然后呢，晶片的出口，到后来 AI 晶片的整个管制，尤其是 NVIDIA 在许多的这种就是不断的提供所谓的中国特供的这个 GPU， 那最后呢 H20 那还是铩羽而归，因为中国大陆这边也不喜欢用。至少政府不喜欢用。那美国这边呢，其实也对于新的所谓的 Blackwell 的这个芯片呢予以管制。那同时这个过程你就看到，大陆这边其实政策举国体制的这个扶植，让许多的企业，不只是华为，你说寒武纪等等之类，其实寒武纪早期的时候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它95%的这个业务是来自于华为，但华为要收回来自己做的时候呢？然后你就看到它有一段时间突然没有客源，可是呢，突然在就是 NVIDIA 的这个AI 晶片上面的这个管制的时候呢，大陆就选择让这些产业发展。华为一方面是在硬体，另外一方面是在软体。硬体你就看到它不断的这个叠加，在最有名的就是当那个时候雷蒙多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Mate 60就出来，也就是用7奈米的技术做到5奈米的效果。当时呢，那现在更提升，这是第一个硬体。那第二个呢，就是软体，用软体的方式，我一块的这个硬体，我就可以用软体去提升它的算力，我达到更高的这个效能。因此呢，从硬体、软体这个双管齐下的这个方式达到不只是效能的提升以及算力的这个提升。因此你就看到这个虽然它目前还是在做这个关键性的突破，我们看到最近不管是在深圳的那个展览会当中像是新凯来的一些设备，可是呢这些还有一段时间，可是它现在应对它自己本身的市场，从硬体加上软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算力调度革命呢，这就是从软体方面去改善、去提升这个算力，然后同时跟硬体的配合来达成它产品的效能。好，一方面是在 AI 算力上面的大幅提升，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另外一间科技公司，它叫国产的这个 GPU， 它现在这个力算科技有了一个全新的宣布，他说它旗下的 GPU 呢7G100的这一款性能已经逼近了，甚至是超越局部的 NVIDIA 的 RTX 4060，接近5060等级了。委员怎么看这一款的性能厉害在哪里？代表说现在看起来大陆已经有能力来国产替代辉达的这个5060等级的 GPU 吗 ？GPU 有3个档次第一个档次就是我们桌上型游戏机在用的，那这一个档次的 GPU 啦 ，NVIDIA 大概占了90%，剩下是 AMD。那第二个档次是工作 workstation 工作站用的，
那辉达也占了将近80-90%的一个档次。那最后是 AI 啊 ，AI 呢几乎是辉达独占，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不买它的 AI 的 GPU 了哈。中国大陆用自己的这个华为的 NPU 来取代 GPU，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事情。那这一家力算科技所做出来的 GPU 啊，它事实上是桌上型游戏机用的，因为桌上型游戏机哈，除了辉达独占力很强之外呢，还有 AMD， 还有 Intel， 也都一定的，那是小小的比例。那些力算科技啊，它新设计出来这个可以取代游戏机的哈，那可以有这么高的速度，那也是不太容易。所以未来会在游戏机上面的 GPU 来取代它，但也可能会升级到了工作站，但这个跟 AI 没有关系啊，跟 AI 没有关系。所以哈，恭喜它啊，已经有了国产替代，那能够替代到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它祝福。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如果是来看整体哦，因为《经济学人》给了大陆的这个晶片产业非常大的评价哦，他认为说呢，2026年中国的晶片产业会震惊全世界，到底怎么一回事？等一下我们持续来看。先来看到几个比较大、比较惊人的数据，来自于这个 AI 的晶片市场。我们先来看到，包括了华为、寒武纪，现在预估统计已经拿下了40%在中国的 AI 晶片市场。那么现在中国的晶片产能是全球第一，如果以全球占比来看，幅度超过2成。来自于美国科技媒体，这个是 Wild 的创办人也骂说，你美国啊，总统川普的禁运根本就是愚蠢，逼中国自主化。而且他们这边也特别提到了，大陆拥有非常廉价的能源电力，算力成本更是全球第一。中国会在哪些领域接下来可以反超美国？2026来自于经济学人的预言又有什么样可以值得期待的事情？店长怎么看？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在讲啊，美国的公共那个服务也开始上涨，电力怎么会开始上涨？因为其实美国本身它的供电在于这种运算中心大量的使用之后，也已经慢慢的产生排他性。那这个也就是啊，我们讲到那个上涨之后，影响到了民生，但是未来民生一定也会影响到这一些那个 CSP， 也就是云端服务供应商的部分，因为它需要电力。那川普需要的是这一些大企业的donate啊，所以结果就是这样。那我们看看中国大陆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看啊，中国大陆在电力方面提供了非常多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光电、风电，甚至水力发电。那我们大家就会还有核能发电，我们大家就会发现这一些都是绿电。那使用绿电真正的原因，为的也就是这一些产品未来都可以不用或者是降低它的碳足迹的费用啊。那为什么现在那个经济学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估呢？其实这不怪别人，就怪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小院高墙进行科技战、进行贸易战。就是这个结果。还记得我不断的在这个节目里头拿出 Sony 跟 NEC 的这个主管，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提出那个建议，说千万不要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有关于晶片的部分卡脖子卡到断啊！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会自己发展。美国是不认知中国大陆这种举国体制到底是怎么样进步，他们一直认为企业的竞争就是企业对企业，可是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打垮。但是我们从最新的图表上，我们就会看到啊，其实除了这一些 NVIDIA 之外，或者 AMD 之外，接下来就是华为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刚刚那个永明老师特别讲了。他也不希望你使用这一些那个 NVIDIA 的这些晶片。对，当他不鼓励的时候，你等于是它的内部循环开始启动，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无论寒武纪啊，或者是华为这些，就大量的供应，虽然它的速度比起 AMD 或者是这一些 NVIDIA 最尖端的这一些晶片。稍有落后，也就是黄仁勋讲的奈米级的落后。但是他当初要提供给这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些简易版的，那
华为寒武纪实际上是超过的。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现在内循环是如此，大家认为只有中美在对抗吗？那不要忘了，有很多的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国家，他买不起 NVIDIA 的产品，对，他会不会采用那个，例如说我们看到华为的这些产品？小鹏推出的这一款 Iron 女机器人走猫步的黑科技震惊全球。我们要来看到小鹏推出的，等一下会有影片，全新一代的这个人形机器人 Iron 呢，它是以高度拟人的一个猫步行走在世人面前亮相。那么它的拟真度非常的高，这一位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穿着银白的外壳，步伐轻盈到不真实，大家还以为说会不会是真人在里面，外媒都惊呼里面是不是藏了人？根据了解，他在这个公布的时候，他在走这个猫步的时候，还造成了这家公司的股价下跌，大家觉得说它是假的，不过在剖开之后才发现是真的耶。那么，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就是为了要直接打破外界对他的质疑哦，所以小鹏是直接上传了一段影片，解读这个背后的黑科技，解开这个黑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腿部的这一些结构之后，露出了它里面的结构跟肌肉、骨架等等的关节，发现真的它不是真人在里面，它是真实的机器人做成的一个物件呢。那么小鹏后来股价也涨回来了，我们赶快看到它内部有哪一些重要的黑科技，包括了有仿人的这个脊椎、仿生的肌肉，难怪看起来这么真实，还有头部的3D 曲面，然后关节都非常的灵活。根据了解，他们使用的是自主研发的 AI 晶片，里面有30亿个 AI 的参数，可以实现不管是语音上面的互动，或者是新智能的系统环境感知，总之就是跟 AI 有许多相关联。干哥怎么看？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好，小鹏这个机器人推出了哈，我这个影片我看了10遍，我一直要找出里面有没有什么蹊跷跟端倪。为什么？因为你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它能够进步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它将来对于在军事科技以及各方面，它都一定有很大的贡献。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叫做猫步，什么叫猫步？就是很轻盈的画面，就是它走过去的时候，好像有非常的缓步，但是又好像很轻盈那种感觉。它完全颠覆我们对一般正常的就是机器人，它应该是像比如说，它可能它的动作都是一格一格的很僵硬，对不对？你现在看的好像它 smooth 多了，因为它为什么？他说很简单，我有82个关节的自由度，然后呢，配备关节节能的实现手部22个自由度的精细操作。其实说句实在话，这都建立在什么上面 ？AI。如果你今天没有大数据来去支撑它的话，根本做不出来。那所以何小鹏就干脆我把衣服剪开给你看，从里面一看，哇，我们真的看到说这不是真人躲在里面，因为我们始终会有这样的怀疑。但是说句实在话，它还需要更多的验证。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能做什么？很多网友上来调侃他说：“拜托，那个何董事长，你有看到我们网络上面，我们都是这种人形机器人。”或者是机器狗，机器兵都可以打仗了，跑得比他快得多。那我今天就要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请问何小鹏，那种机器人比较实用，还是你这种机器人比较实用？这是一体的两面。你今天能够用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机器人的研发成本是多少？1亿人民币。做出来之后他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他说，他要先从机场或是捷运的售票服务开始做起，还有居家服务开始做起。为什么？他是为长久、更远的路来铺。他希望能够做到导览以及服务以及相关咨询这些，他能够做到不是单纯的机器那样子的回答，而是像真人一样能够跟你侃侃而谈，这样子。在未来的世界里面，他看到的是商机，因为他的小鹏汽车1年在全世界的那个产值大概是10兆台币，10兆人民币，但是呢，他认为他的机器人
将来可以创造20兆人民币的产值，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未来。至于机器人能不能够到未来，像将来它真的能够在真的很多应用领域上面被成功的复制，他认为那个是未来5到10年以后的事。小鹏汽车他一定做得到。我认为他有点在商业上面是有点这个怎么讲，就是在赞美自己。可是我相信，如果他有他自己的远见的话，有一天很可能会达到他的目标，也实现机器人真的生活化与应用化了。好，确实哦，小鹏在商业上面非常的有企图心，所以他也正式宣布他要量产。那么刚刚干哥也帮我们提到了嘛，量产之后要取代的3大职业，除了这个企业的导览员之外，还有汽车的销售助理跟这个博物馆人员的导览等等。那么马斯克就这样称赞，他说特斯拉跟中国公司将会主导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市场，其他的公司实力都没有办法比的。那何小鹏也快速的回应说，我们相信 Tesla 会做得更好，期待有更大的成功。这个中美之间在机器人的这一场之争中国有可能领先美国吗？畅志哥怎么看？这一次其实何小鹏跟那个马斯克他们互相赞美，这还是比较罕见的哦。距离上一次这个马斯克这么样的暗赞引起讨论的话，就是当时机器狗的那个时候。所以，而且这一次他不是在公布的时候，是针对他刚刚讲剪开他的画面，看到他的这个脊椎关节跟肌肉的构造之后，马斯克暗赞哦。那马斯克还特别有留言，他提到说他非常尊重中国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发展，而且他说他认为特斯拉跟中国将会一起主导这个机器人市场，所以算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哦。我想这里头也包括了这个不同的审美，走柔性路线，跟在全世界机器人发展都刚性啊、打拳啊、跑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哦，其实何小鹏跟特斯拉是什么？他们都做电动车的耶。为什么电动车同样都在发展做机器人？所以很清楚我们看得到，它其实要做一个大的生态圈。所以这里头，而且技术当中可以互相的部分的转用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做法里头，其实是不只是单独针对机器人，是整个以电动车发展出来，包括干哥刚刚讲的全体的生态服务，乃至未来你可能车上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个机器人辅助你的老人走出去哦。可是然后你机器人没有跟你的话，在你的车上那个机器人还继续大数据 AI 还继续跟你对话，所以这样子的生态看起来，其实马斯克之所以他做机器人跟何小鹏一样，而且何小鹏也在回应马斯克的称赞的时候，就说他一切都是师法特斯拉。都是司法马斯克，所以等于是把他现在的一切好像都是跟特斯拉学的。当然你说何小鹏就是跟随者嘛，也不尽然，因为毕竟何小鹏汽车现在已经做飞行汽车了，这点是赢过特斯拉的啊。所以我们讲，其实中国大陆的机器人的发展中，最近这几天中国大陆进行全运会，这里可以看到国家重要的部分也安排机器人跑圣火接棒，所以这个地方不只是何小鹏，全中国现在在所有机器人应用的场景。从国家最重要的这样子的场合，乃至于民间各式各样，我讲一个还是蛮尴尬的，就是说最早用仿真机器人其实是情趣商品，情趣商品的娃娃直接就导入类似像机器人，而且现在机器人当中也把情趣商品的这种所谓细胶的仿真的皮肤跟造型套用在机器人。所以现在机器人这件事情不只是这些技术关节，它是各种领域跟应用情境在互相交错。这就是中国现在机器人发展就是十面埋伏、十面全开，跟现在在美国只有我们也能看到以包括马斯克的特斯拉跟少数这么几家自己努力的来搏斗在机器人发展当中是完全不同的。那么2025年我们现在到年底了，这一年我们都看到机器人相关的信息，可到今年年底。你不得不说，中国好像在很多方面已经领先到一个地步了，难怪马斯克要按赞了。是好，中国大陆在发展多款不同的机器人。那同时间，我们看到小鹏也定出了2026年的量产，那么他也邀请全球的开发者一起来加入他们的应用生态圈，让机器人可以完全的走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过，它首款设计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女机器人，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考量？大使又怎么看？让我们讲机器人的话，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做一些事情啊。可是它这个产品叫人形机器人，它跟一般机器人不一样，还有机器狗，可是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它是要模仿人的动作跟功能的，所以它的这个难度是更高的。当然，你过去看它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它基本上它是仿人的动作，
可是性别上都以刚硬的男性为主。对，那他这次设计就是以女性，因为人就有两性，有男性跟女性，所以他是朝女性这个角度去设计一个机器人，所以走路看起来姿态真的很像一个真的女性。另外一方面，他在他的市场区隔，我这个人形机器人出来的，我要卖给谁，要做什么功能，他也讲了。你刚刚也提到了，他说，比如说博物馆、展示中心的导览人员，你会发觉这些工作在实际的人类的社会里面，好像大多都是女性在从事嘛。那这个它可以有一个市场存在。另外，他也提到，比如说交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导寻员呐，还有这一些在现实人的社会里面，以女性担任的这些汽工作，车销售助理，汽车销售者以女性比较适合，因为女性是比较柔美的这种这种特性，所以它事实上是考虑到为什么要有这个设计这一型的，它的市场在哪里？那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完全做一个学校里面的实验室，他已经考量到市场。那他觉得你将来如果说导览员都是搞这个语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可能太刚硬了。对。那我今天我这个小鹏，我就设计一个完全女性的。不过他又往前跨一步，我觉得不仅是他性别上有了一个区隔它里面用到了人工的骨骼、人工的肌肉。还有人工的仿真的皮肤，所以就光真正机器人化跟真正的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它会跟真实的人会越来越接近。现在矽谷全面的中文化非常的有意思哦。今天我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坐拥全球的70%的 AI 专利，跟美国做比较的话，现在是57:7的一个关键技术碾压，未来科技华人做主。今天我们会来关心这个大主题，因为呢很有趣的事情是，今天的矽谷最流行的语言，大家觉得本来是英文，但不是了，现在竟然是中文。几周前这一场 OpenAI 的开发者年会上面，场上300多人当中，左边一半，大家那时候看到满满都是华人，而且呢都在讲中文，所以大家就在看说，当中国学者还在研究这个英文论文的时候，矽谷工程师他们忙着学什么？学中文呐。那包括了不管 Meta、Google 或者是 NVIDIA 的 AI 核心团队里面，说中文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趋势。开会的时候他们确实还是会说英文，但是私底下会散会的时候，大家说呢，全部都在讲中文，是全球 AI 实验室的一个常态了。黄仁勋自己也公开承认说，全球 AI 的研究者有一半都是华人，华人正在主宰未来的科技发展。我们来看到一些实际数据，也就是大陆跟美国在 AI 专利上面的一些核心比较。全球70% AI 专利来自中国，中国拥有75%清洁能源技术专利，40%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领域专利都在大陆手里。全球超过2/3电动车、4/5太阳能，甚至是电池等等的这一些动力机械，也都是来自于中国。拥有全球1半以上的5G 的一些基地台，包括开源模型的中国厂，都是由他们来中国大陆做包办的。所以呢，我们来看到这一位呢是这个前 Google 的董事。施密特也直言了，董事长他说，如果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成就，那么终将失去第一强国的地位。连现在 Airbnb 都弃用GPT， 改用阿里、通义、千问，全球科技的权利，我们可以说转向华人了吗？上次哥怎么看？我觉得最近有很多这些比较中美之间科技技术发展的这些技术，那这个是最新的，而且它整理了那么多项，60项、60-70项。但是呢，我自己特别看的是 Bloomberg 在10月份也推出了13个指标，我认为这个指标很值得参考。他特别提出了在中国大陆13个里面美国只剩下绝对领先1个。有5个中国大陆是遥遥领先，我想大家很熟悉，包括无人机，我还是要讲一下无人机、太阳能、石墨烯，另外高铁跟电动车跟锂电池5大项。除此之外，他说另外有七大项，中国现在是快速的追赶，可能在美国是伯仲之间。这里就包括我们刚刚谈了很多，而且很重要的，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晶片，另外包括类似像生物科技，另外还有包括像什么 LNG 造船的技术我想 Bloomberg 这个部分，尤其从产业投资全球的比较，而且13项来比较，美国只剩1项绝对领先。所以我觉得这已经那么多的更细化的在比较，这里头是包括从产业
业界，包括从研究的区块，还有经济学家们。因为像这样子的统计，都不是什么媒体在搞的，都是由经济学家设计出一个对比的模型，有很多参考的数据统计出来。中国大陆已经领先到这个地步，所以非常非常惊人。所以大家其实要特别关注的部分是，现在这是就当下哟。当下我们说2025年，因为去年确实中国怎么说呢？很多东西开始揭露，除了我们知道的无人就电动车的这些市场上的东西，我们想包括那一些稀土啊，跟更多的中国大陆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就这2年，中国大陆开始让大家看到，包括航太技术，包括军事武器，大家才吓到说原来。是中国已经是到这个地步，不揭露还不知道。所以要知道，现在中国大陆从今年开始，2025年之后，尤其2026年，中国大陆进入了“15+5”未来的5年跟10年的计划了。而且这里头其实有蛮多清楚的描述，但是我提醒大家，15+5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中共通过了他的建议。接下来蛮重要是12月中旬的时候，都会有中共中央的经济工作汇报，这个部分又是统整，然后再来就明年的2月、3月的时候，两会会通过这个15跟所有的细项，也许包括两岸之间相关的建设的东西。也就是说，现在中美的科技。未来5年，明年中国会发达到什么地步？明年2月就会全部定案了所以这里头我们对比，那美国呢？美国现在有很多新的投资，但美国能够有5年、10年的计划吗？川普还剩下3年呢，他选上已经只剩1年了，还剩下3年。所以这些非常浩瀚的美国想要追上的计划，面对现在中国大陆继续叠加，我们刚刚讲已经13样，只剩1项，美国绝对领先。你以为中国就坐在那边龟兔赛跑等你吗？中国是更新的技术不断的叠加上去，而且它是跨领域的，无人机 AI 技术会用到高铁，用到别的，跨来跨去。跟美国 AI 就是做 AI， 晶片就是做晶片，分离的产业的发展又不一样。所以中国科技的强悍的进步，在接下来对美国产生的压力很难以想象。是，那美国会不会失去这个超级强国的地位？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另外是来自于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最新报告，他特别提到是说这20年间是最关键的，因为他认为说美中科技的霸权已经彻底的翻转了。20年前，当时美国64项的专利当中，他就拿下60项，那到了2023年，大陆则是反超了57项，美国竟然只剩7项。干哥又怎么看？好，那你看到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他所引用的大部分是黄仁勋的看法。黄仁勋真是先知，他说：“我告诉你，你如果再不跟中国合作的话，对美国不是好事。而且现在有1半以上的 AI 的技术资源都集中在中国人的手上，中国科学家早就已经快抵达2/3之谱。如果再这样下去，第一个，我说15+5结束以后，会不会？”中国科学家占所有 AI 领域的80%、80%以上，我觉得这已经不用看了，因为他已经晓得NVIDIA 站在世界的前端，他已经看到了。所以你现在在矽谷，你一看到 NVIDIA Google 或是 Meta， 你都可以看到，都开一场会，但是这个笑话，开一场会300个这个专家在开会，这么多人，有各种人都有，结果你会发现，什么1半以上都是黄面孔，然后开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讲英文啊，对不对？然后大家讲的头头是道。结果上会看酒会的时候，喝鸡尾酒的时候，就全部都开始讲中文。奇怪，怎么大家都讲中文？老外在旁边就似懂非懂，对不对？你们还要 translate 一下，还要翻译给我听一下，你们这些中国科学家到底在讲什么？好，那是一个现象，中国人碰到中国人就会讲中文，对，那没办法，那是一种习惯，但并不是说。他不想让人家去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它是一股势力。好，这股势力引燃而成。为什么引燃而成？大家还记得 Meta 有个超级智慧实验室吗？刚开始44个人，谁来带？清华大学毕业的赵成家，还有另外一个是谁？首席科学家，那就是研究的负责人叫做宋阳，他们都是清华出来的人。当初这44个人只有十几个是中国人。现在已经100多人了，全都是中国人，你就晓得说那没办法。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勤勉、上进，而且往前冲。这个就是说，你今天会遭遇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说美国不强了，还是说美国不认真，而是说中国人的认真就是说
不是在你的逻辑范围之内可以去思考。刚刚上次讲的非常清楚，很多种面向跟行业。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哈，我们提到说1896年啊，在李鸿章第一次梳着辫子抵达纽约港的时候，大家看到纽约帝国大厦跟一大堆高楼，他就想，这是哪一个世界？这个大概是外星吧，对不对？100年前，100年后呢？你要看高楼吗？你到宁波看就可以了，你不用到北京去看。然后呢，还有各种高铁，还有各种你就说什么3折机的手机，这些美国人都没看过，而且美国人要什么时候他才能够追得上来？施密特，Google 前董事长他讲得非常好。中国技术的跃升这么惊人，美国屈服于傲慢或敌意，到现在还是傲慢跟敌意啊，认为中国就是模仿来的、学来的，不是。现在我跟你讲，连他们的那个拉布布都是自己创的，所以你就要晓得说，中国人在这么多领域跟方面，他们都在创新，他不再模仿。你第一次遇到可以跟你在科技上面直接对打的对手。美国，你要赶快醒过来啊！因为那个已经不是偶尔，已经变成常态了。你害不害怕？我很害怕。是好，这场科技中国大陆正在全面的发展快速当中，尤其我们另外也要来看到，在深圳这边正在举行的现场是他们的高工人形机器人年会，上千家的企业挤爆展场，而且机器手臂竟然比人还多。现在有个最新数据说，在去年呢，全球的新安装54.2万台的工业机器人当中，大陆占比就高达54%哦。那么它的现役机器人总量突破200万台，已经连续11年都是稳居世界第一的。摩根士丹利分析了大陆长期在科技上面的优势，共3个：政策、资源跟教育。聂老师怎么看？最终中美谁是优胜者？我觉得当然这个刚刚讲的有道理，讲李鸿章的故事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时间100年有点长了。我就讲30年前，我以全身份到中国，那个时候中国一片烂泥，它连一个亚克力都没有，全部就油漆木板。现在的它，不要说30年，10年就大巨变。我先讲一下，您刚刚在前面讲到的科技不是中国领先多少吗？这篇文章不管你看不看得到，叫《中美科技冷战盘点世界领先的7大中国科技》，这个是2019年BBC News 报的，5月27号在彭博的 News 出来。我跟各位报告，我看了这篇以后，我很感触。然后北京大兴机场开始做虹膜辨识，那在全世界已经很前卫。我因此写了一篇文章，甚至我又加写一个强国需要强 AI 孩童教育。我觉得我们的对岸，它整个课程全改造了。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昨天半夜从南京回来，我在南京大学也主持会议，在整个会议场，在看到他们的题目，现在金融的课程在学生已经，我们还是第一志愿，基本上他们已经不是，而且很落后。重点都是全是科技科，而不除非你金融加科技，所以他们叫做金融的科技重塑。我重点是我去年到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他们的学校一定是一个新区。所有的11所学校在一个新区里面，我见到南京大也不是我以前的中央大学主校，而是它一个分校仙林校区，也是11个学校在这个园区里面。你会发现我主持的会议爆满，学生玩的不断的问问题，然后呢问所有的学生一直抓，然后回来一堆的微信想跟我回，然后说聂教授或谁能不能向你学习？我跟各位讲，我是一个学者，在场也有学者，不管你哪个学校，当然我们私立学校的学术能力不会比国立差，但重点不管你国立私立。我们现在一定要认知，书很多，他们的研究方法太厉害。我现在讲，他们的园区在强调一个叫做领域交叉，科技领域在金融，所有东西都交叉。台湾的教育真的，我们的媒体所形塑的都是西方教育非常 narrow 的这个一些印象。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看，你先不身临其境算了，我是身临其境感受，在美国大家又常去我们的对岸，但是我们看媒体不能只看西方媒体。你一定要深刻了解一个进步的国家它是怎么进步的，里面的面面相向真的非常可怕。我觉得不管是从政策、教育或者是资源，我觉得对岸的未来真的还不可衡量，它还在往上冲。
好，中美晶片战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黄仁勋，这回爆出了一个真相，他认为呢 AI 战中国势如狂潮啊，尤其中国现在有几个优势，包括能源便宜、补贴猛、体制呢也比较快速，连辉达现在自己都承认自己看衰美国了，这是第一个。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读的。第二件事情是碳基晶片这样子的一个新技术正式的量产启动了，中国接下来能够透过绕过 EUV 来弯道超车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国在 AI 的霸权地位会不会不保呢？因为这一次不是中国自己宣告胜利了，我们要来看到是连辉达都不看好，因为黄仁勋自己亲口说的，他说美国恐怕在人工智慧的竞赛当中会输给中国。金融时报特别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现在中国的优势包括了中国地方政府针对采用国产的 AI 晶片资料中心啊，电价是直接给了减半的补贴，甚至现在还有所谓的算力特区，用政策去强力支持这些地方。3个地方哦，包括了甘肃、贵州、内蒙古，都因为现在能源比较便宜，地价比较低，还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哦，成为了新的 AI 伺服器的重镇。同时啊，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确实它的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然后比较繁琐的，政治上面的争吵跟审查也要比较久的时间。所以黄仁勋现在认为，美国各州哦推出自己的 AI 新法，形成了50套不同法规，都是在扼杀他们的发展。相较之下，大陆有国家力量跟产业的整合，都有利于在未来 AI 的发展上做全面的逆袭跟超车。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黄仁勋他的这些说法，你怎么看？中国能够靠体制来反杀美国吗？黄仁勋是 AI 的设计者哈，然后提供晶片的，但他本身不是晶片的制造者，因为晶片的制造者过去是依靠台积电嘛，他现在想分散风险了啊，所以英特尔或者是到三星那边去分散风险，那这样的话对台积电当然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了，但是很明显的。它是提供晶片的，那就要看说美国跟中国大陆在竞争 AI 的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市场的应用面谁大，谁大谁就赢嘛，谁小谁就输嘛。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谈到这个中美的竞争，你又要回过头来谈到有关于开源跟闭源的问题。啊，很明显的，中国的开源已经告诉你说，我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法，那达到啊这个 AI 的运转。美国人是说我要用比较贵的方法，所以是垄断性的，那这又形成了这个开源闭源的垄断跟普遍性之间的竞争。目前本来美国是要压的欧洲要跟着他走，现在欧盟很明显的也走向开源。那我们也看到东盟啊很多国家他们都觉得我便宜的都能做的话，像印度也很明显的不追随美国了嘛。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条件。那除了这个基础条件以外，那接着就要看的是哪一个国家发展最大。那当然，中国大陆目前来讲，所有的 AI 大家都发现它的算力需要大量的电，对，你没有电你不可能，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电怎么办？川普也急得不得了，所以川普他说我要发展核能，他已经宣布了嘛，所以我们看到新屋现在啊这个开心的不得了嘛，啊说哎呦这个以后的市场很大。可是问题是，核能电厂要盖多久？要花多少时间盖？是1年就可以盖起来，还是要5年、10年？它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你这个能源的供应，很明显的基础设施，美国的现在的能源的电力，很明显的是少于中国的电力。而中国的核能，目前来讲，在盖核电厂中，中国的核电厂占1半。再加上中国有清洁能源，那清洁能源再加核电厂，再加火力发电。那这个部分里面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它的能源的政策很明显的是成功的，而美国落后了。黄仁勋的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因为能源你要在短时间内你要赶得上中国，我觉得他认为他是悲观的，我也觉得悲观。是美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能源赶上中国，那一旦都是在工业化发展，那你的能源不够你怎么办？接着当然他就讲到环境的问题了，然后另外就是政策支撑。美国坦白说，它没有计划经济。啊，它没有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的相互搭配，也就是说，它没有国家市场的指引。那在这个部分里面，美国很明显的在结构上，在政治体制上，它一定是输的。这个摆得很明白了。那只是说你现在认还是不认而已。是
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用国家之力政策来支援中国发展 AI 哦。那另外一方面，产业界他们其实也在这个晶片的技术上找到了解方。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这个晶片材料，现在也弯道超车哦。接下来可以不要用 EUV 吗？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正式的是看到大陆跨入到了是碳基晶片的时代。那么重庆这个地方首条的碳基集成电路生产线已经正式的量产启动，预估2028会实现年产能达到10万片。了解一下它的性能哦，会直追7奈米的细基晶片。那它的优点是它的功耗比较低，散热比较快，而且速度会更猛10倍。关键是不用靠 EUV 了。相较于这个细基晶片，它有许多的优势。委员又怎么看？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哈，因为碳基晶片目前用的叫做碳奈米管哦，叫 Carbon Nano Tube 哈，这样来做的。这种碳奈米管呢，可以做到可以取代那个细晶片里面那种晶体管的这种效果哈。而它的布线啊各方面呢，它是属于比那个现在细晶片更高一级的。换句话说，你要做到极高端的这个晶片，或者是极高低耗能的，或者是极高频的通信用的晶片的半导体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可以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来把它做出来，就突破我们所谓的摩尔定律啊，物理的摩尔定律。因为你让那个细晶片已经做到了2奈米啊，已经快做不下去了。然后同样的效果，不要到2奈米，用这个碳奈米管就可以做出来。那碳奈米管现在还没有量产，还在这个试产的阶段，但是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个研究碳奈米管的厂商哦，随便念一锅你都知道了。台积电、IBM 啊、Intel 哇一大堆啊TI 都有在还有三星都有在研究这个碳基晶片、碳奈米管那中国大陆挑战当然很多了你说要不要 EUV？ 肯定答案要，还是要然后这个，但是问题现在。在目前还没有高密度的量产的 DUV 就够了，DUV 够。但是未来真的竞争阶段还是会到 EUV，到极高端的竞争还是要。所以这个媒体报道说，各位弯道超车。如果突破的话，它可以用 DUV 做出来比现在的EUV 做的还要好，这是事实。但是如果同样人家用 EUV 来做，又赢过你了。用同样对其他人用碳基也用 EUV 来做，还是会赢过你用 DUV 做的碳基管。是这样就知道这一个先后顺序，因为它是一个下一代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碳基晶片的碳奈米管，这个一定会来而且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的清华大学都投下了庞大的这些做基础研究还有中国大陆很多研究机构来做。那谁输谁赢，不知道不知道。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最新的晶片技术那么我们也持续关心。那大陆政府现在呢，已经要求他们的企业要完全的去美化，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方法，就是他已经正式的下令了，所有国家拿钱的国家的这些新的数据中心，一律全部禁用美国的 AI 晶片，而且他还规定如果说你的这个进度没有到30%，就直接清厂重建吧。那么所以现在呢，企业都已经立下了他们的一些目标。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移动，他说呢，2028年前会建成10万张 GPU 的集成，那么全部都会使用国产晶片，包括上海跟北京也说了，2027年前他们的国产晶片比例会高达70%以上，会正式的摆脱对于西方 AI 晶片的依赖吗？厉将军怎么看？这真的是一个大新闻这个原来中国一直想要跟美国买晶片嘛原来说买 H20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美国还拿翘结果中国说你 H20有后门，我直接不要了，不环保那现在来讲的话，连 H100他都不要，不但连 H100他都不要，连贝克威尔前2天我们还看到习近平跟川普还在那边谈，我们还在讨论说是有没有可能把贝克威尔这款先进的晶片卖给中国那川普还在那边讲说，不会，我们不会卖给中国这个贝克威尔最先进的晶片，结果没想到中国今天宣布说我不要了，我自己来做如果说甚至于说这个
全中国来讲，你要是拿政府补贴的这种电力的钱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都不可以有美国的晶片，不只是 NVIDIA， 连 AMD， 连这个 Intel 都不可以有。所以，那中国哪来这种底气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从3个方向来看哈。第一个来讲的话，中国认为自己这个国产可以这个晶片可以国产化哈。这代表中国准备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准备力战到底哈。而且他已经定出来目标，就是在这个2027年的时候哈，他现在来讲的话，晶片要达到70%以上国产的自制率。那目前来讲的话哈，它国产化是已经达到43%哈。那在2027年啊，这个它总共要达到83%，甚至有可能达到100%。那就是为什么？就是刚刚这个蔡委员所介绍的，他如果说是他能够弯道超车哈，用这个碳当做基底来讲哈，来制造就有可能避开 EUV 这个关卡，然后弯道超车成功。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资料中需的这个供需平衡哈。那以刚刚来讲的话，就是在甘肃、贵州、内蒙这边来讲的话，我提供给你便宜的电价，补贴你1半的电力。虽然说你现在用辉达的晶片是会比较节能、比较省电，那你用这个国产的晶片是会比较耗电，但是我国家补贴你，补贴的好处之后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黄仁勋也有讲嘛，这个 AI 来讲的话，中国人才很多哈。那如果说是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他买了国产的晶片，那这些制造晶片的企业，他有了钱之后，他自然可以去请这个高端技术的这种人才，还有它可以扩充它的技术设备，我觉得就变成一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哈。第三个来讲的话，那而后来讲，我相信中国来讲，它企业来讲非常的庞大，它不管是我们现在看到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哈、腾讯这些来讲的话，它都有很多的这种所谓 AI 晶片的需求了哈。它目前来讲是企业产业是今年去年2024年是185亿人民币哈，那预估到2027年的时候可以翻2倍到776亿人民币那么多。那我有那么多的一个市场的需求，那我当然有这种底气来跟美国叫板。我觉得这一把来讲的话，看得出来中国在 AI 晶片方面来讲，它彻底的摆脱美国。那我想说，黄仁勋这时候应该一个头。莫雷修在那边烦恼不知道怎么办哈，他贝壳威尔晶片如果卖不出去，其实对他企业来讲的话，可能他没有经费在做尔后的开发跟人才的聘请。